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昨天我收到了一个面试的 appointment，然后这个工作是我周日晚上投的。LinkedIn 显示过了7个小时之后，我的 resume 被看了，然后又过了没多久，他们 CEO 就发了一个面试的 schedule，就是个很小的公司，是个就是 startup company，然后。哎呀，还行吧，就距离我现在开始投工作已经过去了1周，有一个面试是正常的节奏，我只能这么说。然后这个公司叫 Airflow， 是一个做可携带 sparkling water 制作器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这个赛道还挺细的，挺小众的。我昨天约了面试时间之后，其实我昨天又去了一趟唐人街，跟我 partner。我的天哪，这1周之内去了2次唐人街，1次法拉盛。现在家里塞满了好吃的。主要我不太喜欢做饭，所以我还挺喜欢在外面买吃的的。OK， 然后昨天回来之后就开始准备面试，就跟大家聊一下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日常准备面试的这么一些流程吧。我相信它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也是有共通性的。其实我面试被面了很多次，就是我22年底找工作的时候，我22年5月毕业嘛，12月才找到工作，中间找了第1个月摆烂了6个月，整整找了6个月，半年内有面了30-40家公司吧，就当时真是已经给面麻了。到最后就是面录我那家公司的时候，其实那不是我最好的面试表现，就真的是随随便便就找到一家录我的公司，虽然过了很久，但是是一个意想不到就这么被录了的感觉。然后是这样，我感觉如果那家公司真的很想要你的话，他基本上很快就会，就是你1面之后，他2面或者是告诉2面，我们还有个 design test， 然后再告诉你结果。这段时间内其实是很短的，就是他真的很想录你的话，你会非常在几天2-3天时间内就会听到消息，这可能只是小厂会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像硅谷大厂是个怎么回事，但我的经验是这样。然后开始讲一下我做了哪些准备吧。就是我先开始人肉这家公司，它叫 Airflow AERFLO。然后我还惊讶的发现，这居然是一家网站做的其实还可以的公司，我还挺开心的。就是终于不再是我前公司那种有点老、有点丑、有点土的公司了，我可能真的可以做一些设计了。Anyway， 然后我就开始查，就是查你任何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会开始看他们的网站，去查他们的 YouTube、他们的 Instagram， 然后查他们的创始人，去 LinkedIn 上人肉他们，就是你就开始八卦这家公司。就是接下来你了解的七七八八之后，我做的事情我就是钻研那个 job description， 先 ChatGPT 给我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读一遍，我看看中间有哪些不认识的单词或者我不太熟悉的那么一些 terms， 我查，然后我就让 ChatGPT 给我解释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大概到现在为止，你大概对这家公司和他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是有数了。然后接下来我做就是今天早上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让 ChatGPT 给我模拟面试，让他给我生成10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给这些问题写答案，这个时间会花挺久的，可能10个问题我写了有1-2个小时吧。就是你不会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问他说，哦，你请告诉我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然后你可以根据他的回答，你再对你自己的，就是把这个回答套到你自己身上，你可以取一些你觉得喜欢的，删掉你不喜欢的，就这样来来回回1-2个小时。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你不能写句子，你一定要写 keywords， 就是你把重点词语写下来，
你写句子的话，你真的面试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去一个读句子的，但是关键词很管用，一定写关键词。然后这10个问题顺下来之后，我会在面试可能半个小时前再过一遍。这个东西叫 presentation， 这个我们高中英语老师还挺好的，他也是在美国待过很多年，不知道为什么回来教书了。然后他在高中有训练我们做 presentation， 就是和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做10分钟的 presentation， 这样介绍这个明星，全英文啊。然后我渐渐的发现这件事情，我高中那次 pre 完之后，这个事情它到了我上读本科大学，就是在课上你要介绍你自己的作品，比如说你的作业是这样海报，然后你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这个海报它是这样的那个就是 presentation。 就是你会发现在美国的生活，你一天一天的你都是在做 presentation， 上课在做，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讲你作品其实也是在做 presentation。 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一整个面试，我准备面试的流程，我人肉这家公司，我研究了它的 job description， 我让 ChatGPT 生成10个问题，然后我把它理顺下来，这一整个事情也是在准备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 presentation 这个 this is an important skill。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你看我花了2个小时我才顺完10个问题，这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被面试了，技能有点生疏了。但是随着你被面试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个事情会越来越熟练。因为说白了其实那些问题都差不多，大差不差，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怎么讲。然后这个面试的准备它其实更像是你在写一篇命题作文，就是命题作文是你在找你自己的人生经历跟这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吗？面试这家公司就是你在找这家公司的哪些理念跟你自己之间有联系，你就抓住那个联系，然后你就反复的输出发扬它，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今年比起22年年底有进步的地方是，我可以做到在面试前几个小时我不会紧张到说我靠什么事情都不能干，我就只能刷 YouTube 视频，玩游戏都玩不进去，然后搞这个我拿刷手机把这几个小时耗掉，然后去面试。我发现我已经可以做到在面试前几个小时里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之前办不到的。然后其实我也在想说，就是我去扮演那个我想成为的人，我想成为的是一个自信丰盛优秀的人。那么这种人就像我之前说的，对于这种人来说，好的工作触手可得，所以不要太紧张。而且我感觉如果这家公司想录你的话，他就是他排除万难他都要录你，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之前我开头不是说一个公司想录你，就是从我的1面2面然后给他们提交第3 test 到最后收了 offer call， 时间非常短，就是他们录你的意愿会很强，你能感受到这种意愿非常强。以及我之前看着我的 art director 录人的时候，我感觉他其实在刷我们的作品集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数了，但是他还是要1面2面怎么走。其实即便他心里已经有数了，他还是要再把这个流程再过一遍。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相中我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就正常准备过就好了。如果他们没相中我的话，那只能说明这家公司不够好，它跟我的 vibe 不够契合。OK， 大概就这样。其实今天还没面试完，今天跟那个 CEO 聊了2句之后，他说他的 partner， 他另一个创始人，他说那哥们儿得晚一阵子，一家有事来不了，他说能不能再约个时间。我说 OK， 那再约个时间吧。所以今天还没面试成，但是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面试的一些经验，希望这些经验对其他行业的朋友来说有一些共通性吧。OK， 就是这样。See you guys.